如果有人以为中国减持美债是要对美国摊牌，那未免太天真了。这不是反抗，而是没钱了。2025年4月，中国对美债的持仓跌到7572亿美元，创下2009年以来16年新低。从数据上看，这是一场悄无声息的金融大撤退，但真相更残酷，中国不是不想继续抱住美元大腿，而是已经抱不住了。官方当然不会这么说。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还在镜头前一脸平静地表示，外储已经多元化，单一市场波动影响有限。但一边嘴上说着可控，一边却连续3年大幅减持。2022年净减1732亿，2023年减508亿，2024年减573亿，光这3年就少了近3000亿美元的美债资产。什么叫用脚投票？这就叫北京对外的解释听起来冠冕堂皇，减少美元依赖，支持人民币国际化。但真正的底层逻辑其实只有2个字：没钱。为什么没钱了？3个字：没外汇。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机器，每年赚的外汇盆满钵满。但如今外汇流入断崖式下跌，出口数据惨不忍睹。2024年全年出口增长只有 0.6%， 创下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。2025年第1季度，中国出口同比下滑 4.1%， 其中对欧美出口缩水最严重。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长期承压，年初一度跌破 7.3 关口，创下近10年新低。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，出口挣不到美元怎么办？只能动用老本，抛售美债换现金应急。而这个现金多数时候是用来应付国内的各种黑洞。地方财政缺口，2024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逼近40万亿人民币。房地产烂尾项目的纾困资金，恒大、碧桂园之后，又有上百家房企步入破产边缘。城投平台的兑付危机，国企改革带来的大量补贴，还有最尴尬的公务员工资发不出来。2024年有报道称，至少19个省份的公务员出现不同程度的降薪或延迟发放工资。简而言之，中国正在用手里的美债填补国内财政的无底洞。但北京当然不愿承认缺钱，于是搬出了更高级的叙述框架，再去美元化，人民币要崛起了。然而，现实却并不支持这样的说法。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最新数据，截至2025年5月，人民币在全球支付市场的占比仅为 3.3%， 远远落后于美元 46.4% 和欧元 24.2%。而且这个数字在过去3年几乎没有任何突破。中国一直推动所谓的人民币跨境结算系统作为 SWIFT 替代方案，但目前其处理量仅为 SWIFT 的1%不到。连俄罗斯、伊朗都没法真正脱钩 SWIFT， 中国更不可能。中国还试图通过金砖国家推动去美元化，但截至目前，除了喊口号，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。2024年金砖峰会后，川普当选，立刻在社交媒体上放话：谁敢动美元，我就让你全产业关税100%。人民币国际化在现实面前就像一场沙雕喜剧。不是中国不想当老大，是根本没这个命。那么，中国抛美债是不是至少在挑战美元霸权，展现某种反抗姿态？对不起，这种想象同样太天真。华尔街日报曾经算过一笔账，如果中国真敢一次性抛售手中的7500亿美元美债，不仅不会对美国造成致命打击，反而会导致中国外储资产大幅贬值，人民币汇率雪崩，通胀暴涨，国内资产全面失控。把手中最流动、最稳定的资产给卖了，换回来一堆不确定性，这不是反制，是自残。所以，北京的策略从来不是硬脱钩，而是边喊边留后路。
嘴上说着不依赖美元，实际上连美债都不敢清仓。换句话说，中国不是不想脱钩，而是连跑路费都得靠美国的国债撑着。更尴尬的是，中国在减持美债的同时，日本和英国却在大举加码。日本4月增持37亿美元，总持仓升至 1.134 万亿美元，继续稳居世界第一。英国一口气买入284亿美元，超越中国，成为美债第2大持有国。全体外国投资者合计美债持仓年增 12%， 逼近 9.05 万亿美元。只有中国在悄悄退出。这就好比一场全球金融联谊会，大家都在抢着入场，只有中国说我要独立自主，我不参加。结果转身发现自己连房租都快交不起了。中国的减持并没有让世界金融市场动摇，反而凸显出自己的边缘化。你不玩了 ？OK， 世界照常转。美国财政部最新表态也非常冷静，我们有足够的深度与避险地位，可以吸收任何国家的调整。这句翻译成白话就是你退场，我们照样热闹。这并非中国主动减持，更像是世界在默默放弃中国。曾几何时，中国是美国国债市场上最重要的玩家，是华尔街宠着哄着的大金主。如今呢？2025年4月的数据显示，美国本土投资者已经持有 76% 的美债，剩下的海外持有者，中国的比重连 8% 都不到。中国当前的外汇储备大概还有 3.2 万亿美元，听起来很多对吧？但你看得懂它的成分表吗？其中大约2/3都是美元资产、美债、美元现金、其他美元计价资产。欧元和日元资产加起来不到 20%， 黄金只占 5% 左右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些资产中真正能随时变现不引发系统性震荡的流动资产，最多不超过 1.5 万亿美元。什么意思？中国的家底看似厚，其实80%都锁死在系统里动不了，一动就可能掀起风暴。比如抛售美债，美元会反弹，人民币贬值，出口更难做，资本更快流出。如果抛售欧债，马上得罪欧盟。如果换成黄金，全球金价暴涨后，自己反而买不起更多。如果全压人民币，连国内都缺乏信心，更别说世界。真正的窘境是想讨也找不到门。有些声音热衷于高喊金融脱钩，仿佛只要把美债全清空，就能独立于美元体系，自由驰骋。现实却是2024年中国跨境结算中仍有超过 80% 依赖美元。企业出海、留学生支付、能源进口、海外投资全都绕不开美元。最典型的是能源进口，中国一年进口石油超5亿吨，天然气超过1亿吨，超过 90% 的石油合约仍是美元计价。2025年初，中国与伊朗签署的人民币结算油单还在试运行阶段，规模不到全球石油交易额的 0.5%。而且就算结算用人民币，油价最终还得挂钩美元，因为全球参考价还是纽约 WTI 和伦敦 Brent。 所以去美元化对今天的中国来说，不是金融自由，而是金融失血。拔掉输液管部等于康复，现实是还没脱离 ICU。 很多人幻想金融核弹，中国一旦抛售美债就能让美帝内伤，现实早已打脸。就连中国体制内的专家也坦诚，大规模抛售美债不仅不会重创美国，还可能让中国直接断流，人民币贬值加速，外资逃离。2024年吸引外资 FDI 减少 13%， 创下1998年以来最大跌幅，债务违约爆发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中有超过12万亿元人民币处于高风险状态，民间信心溃散。2025年4月，国内银行定存提前支取率创下新高，资金只想变现离场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谁还敢扔核弹？明明自家厨房起火，还敢点燃汽油桶。现实早已说明，中美之间不是核战，而是绑架。炸了对方，自己也没命；不炸，自己也撑不住。这场减持风波，最终压力并不只在国家层面，而会传导到普通家庭。如果人民币进一步贬值，意味着你的进口物价会上涨，生活成本升高，工资购买力下降。如果外储枯竭，政府就可能提高资本管制，海外购物、子女留学、资产配置通通受限。如果美债减值失控，引发金融震荡，最先受害的不是美国人，而是中国人手里的理财产品、养老储蓄、基金账户。最直接的是流动性将成为奢侈品，有资产难以兑换，有钱难以转走，账户在手却什么都干不了。减持美债并不是可以随意掌控的国家战略，而是普通中国人无法躲避的家庭灾难。北京不是不想留住美债，而是它已经没有足够外汇收入来维持这场战略仓位了。它的财政越来越像一台高耗能、低效率的老机器，既要维稳，又要救市，又要砸钱搞基建，但真正能进账的项目越来越少。你看到的是悄悄减持，你没看到的是整个金融体系在一点点脱水。当一个国家开始卖掉自己的底库，那不是为了跑得更快，而是为了保命。而普通中国人作为那片土地上的一员，该思考的不是国家在做什么，而是你手里的资产是否还能自由流动，你存在银行的钱是否还能保值，你规划的人生是否还能逃出这场收割。别再盯着北京减没减美债，那已经不重要了。真正重要的是你还能不能守住你的美债。